初春的微风还带着点凉意。通往芙蓉镇的山路上，2个衣着破旧的少年正赶着牛车缓缓前行。牛背上绑着一朵大红花，简陋的牛车上坐着一身红嫁衣的女子，女子的头上被一块红布盖着。随着牛车的颠簸，女子的身子也跟着起伏。一身补丁的少年回头看了眼新娘子，心虚地看向一侧赶车的哥哥，压低了声音问：二哥，我们这样做，大哥不会发火吧？哎呀，放心吧，人都给他接回去了，我不信大哥真的不要。小少年听到哥哥的话，咬了咬嘴唇，看到他闪烁的眼睛，缩着脖子咽了咽口水。算了，大不了就是挨打呗。为了给大哥留个后，不让他孤独终老，这顿打他认了。车上的新娘子听到兄弟2人的话，心里升起一股悲凉。昨夜偷听到自己父母要把自己嫁给恶霸的时候，她吓得一晚上没睡。可韩家3不5时的就来家里抢东西，还打他爹娘打弟弟，更是逼着他去给死人守寡。爹娘也是没有办法才让他走了这一条路。要不是韩家逼得太紧，他爹娘怎么会偷一辆牛车就把她嫁了呢？就是不知道嫁进去了，富家那个恶霸会不会打死她？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一个熟悉的刻薄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贱人，你还敢嫁人？我打死你个灾星！你个贱人，你克死了我儿子啊！你不给他守着，你还敢嫁人？谁给你的胆子嫁人呐？你这个破烂货，欠男人的玩意儿！一个眼睛眯成缝的女人，身后跟着3个男人2个女人，突然出现在牛车前，指着车上的人破口大骂。花凌霜听到韩家人的声音，浑身抖了抖，眼里顿时闪过悲凉。他还是躲不过被他们家弄死配阴婚的命吗？你要干什么？这是我富家的新娘子，是我的大嫂。哟，哪里来的毛孩子，毛都没长全就知道小女人了。你还是回家吃奶去吧，等你长大了再娶媳妇儿不迟。男人讥笑着推了他一把，跟同行的人使了个眼色，2个少年轻而易举的就被控制住了。你们不能动她，她是我们富家的长嫂。少年虽然被抓着胳膊，可他却试图用自己大哥的威名为大嫂换得一丝机会。哼，小子，我们韩家定下的媳妇儿，你最好别掺和进来，个瘪犊子玩意儿，一边去！王氏说着，一把从车上扯下新娘子，对着她的脸就是一巴掌。花凌霜饱受韩家欺辱，昨晚又吓得一晚上没睡，今儿脑袋昏昏沉沉的，被他这么一打，直接栽倒在地上凸起的石头上，没了声息。你们放开他，他是我们大嫂！你放开他！2名少年红着眼睛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大嫂被老夫人一巴掌打晕，恨不得立马跟他们拼命。奈何他们还是个孩子，力气不如成年人，挣脱不开身后桎梏他们的大手。王氏看到他倒在地上不动，眼里全是恶毒，指着地上的人骂：贱人，你还敢装死啊？说好了来我们韩家守寡的，你竟然敢背着我们嫁人，你看我不打死你！一边骂一边又踢了他一脚，却发现人半天了没反应。娘，他咋不动弹呢？不会是死了吧？一旁的大儿媳看到地上一动不动的人时，害怕地问：哼，死了才好呢，死了正好伺候我儿。王氏看到他头上有血迹渗出来，并没有觉得害怕，反而觉得是他活该，谁让他敢嫁人的？少年眼尖的看到地上的那一抹红色时，眼里闪过惊恐，一边挣扎着一边大喊：大嫂，大嫂，大嫂，你怎么了？二哥，大嫂她流血了。少年听到弟弟的话，看见血时急得眼泪都出来了，腿朝后甩着，试图踢到后面的男人，挣脱他的束缚。流点血怎么了？下贱的胚子，让你给我儿守寡那是便宜你了，别不识好歹。老婆子蹲下身，在他脸上又狠狠甩了一巴掌。感受到脸上的胀痛感，凌霜微微诧异了下，他这是被人打脸了？只是退个役而已，他又不是死了，敢打他的脸，这是不要命了吗？他抬手摸着自己的脸，很好，肿胀感十足。他忍着不适睁开眼睛，
看到面前蹲着一个肥硕的婆子，若隐若现的尿骚味正攻击着他的鼻孔。刚刚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在打他。是你打的我。凌霜忍着脑袋传来的晕厥感，肯定地说：我就知道你这个贱人在装死。看到他醒过来，老妇人接着破口大骂，她粗壮的指头指着凌霜的脸，张口闭口就是贱人。很好，老东西，这么恶心你祖宗，你死定了。你胆子不小啊，敢打你姑奶奶我的脸，你是活腻了吗？凌霜硬是一口气将人揍得瘫倒在地上，这才甩了甩酸疼的胳膊。不对劲呢，他什么时候这么弱鸡了？抓着少年的男人被他凶悍的样子吓得脱了手，少年这才得以脱身。二人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。大嫂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呢。大嫂，我叫傅向西，今年11岁，这是我二哥傅向东，他比我大1岁。凌霜打量着眼前的只能称为孩子的少年，听着他们口中的大嫂，眼神顿了顿。少年看他不回应，反而盯着他们的身上打量，顿时脸红得不行。两个少年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的，都不知道此时该说点什么缓和一下气氛。大嫂，你头上的伤要不要紧啊？我们赶快回去给你请个大夫吧。凌霜此时脑子一片空白，但少年的一句大嫂他还是听得到的。弱唧唧的凌霜霸王花爬上牛车，撕下一块衣裳按住额头止血。看到地上刚刚打了他的死老婆子，眼里闪过杀意。你们去把他给我丢到河沟里喂蛤蟆去。王婆子像死狗一样被二人拖着推向了河沟，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刚刚来时的嚣张。随着扑通一声，王婆子跌下了1人高的河沟。兄弟二人这才走到牛车跟前，小心翼翼地驾着牛车往镇上走去。芙蓉镇傅家，家里2个小豆丁望眼欲穿地看着大门口的方向。小哥，你说的这事儿能成吗？我怎么觉得一点都不靠谱啊？小妹，你别着急，我跟你三哥可是双胞胎，我能感应得到，这事儿啊绝对能成。最好能成。你哄着我给大哥下了迷药，要是亲事不成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放心吧，这事儿绝对能成。傅向南低着头，眼神闪了闪。哪里是迷药啊，他可是从孙大强那里买来的那种药，又掺了大量迷药，哄着妹妹给大哥灌下去了。这事儿成了倒好，不成的话，大哥醒来肯定要弄死他的。小妹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出去瞅瞅去。傅向南忍着心跳忽悠完妹妹后，立马就往邻居家跑去。牛车上的凌霜因为原主本身的身体太差，再加上大悲惊厥，尤其现在他还受了伤，跟那死老婆子还缠斗了一场后，身体昏昏沉沉的，整个人不知不觉地烧了起来。被兄弟二人拉到家里的时候，凌霜已经烧迷糊了。妹妹，大嫂来了，快点过来帮忙。来了。屋里2个人惊喜地回应着跑了出来。二哥，大嫂怎么成这样了？傅玲看着车上一动不动的女人，怀疑他们拖回来一个死人充数。小妹，大嫂就是太累了，路上她还受了伤，先把人抬进去吧，一会儿我再跟你细说。好。一听人是活的，兄妹几人合力把人抬到了他大哥的屋里。哎呀，咋这么烫呀？二哥，大嫂发热了。二哥，给我倒碗水来。好。屋里光线有点暗，傅向东看着桌子上的碗里有水，为了图方便，直接给端了过来。傅玲端着碗，抬起大嫂的头给她喂水，看着她还有吞咽的意识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知道喝水就好，多喝点水，今晚把被子盖好，捂一身汗，说不定明天就好了。凌霜梦见自己被困在沙漠里，无论他怎么走，就是走不出来，迷迷糊糊的，似乎自己又在河边喝水。他像是干涸的鱼一样，不停地吞咽着，想要获得更多的水。灌完水后，兄妹几人合力将凌霜送到了他们大哥的屋里，还贴心地替2人盖好了被子，这才关上门出来。二哥，这样就行了吧？是吧？这样大哥就不会孤独终老了吧？应该吧。那好，我去捉鸡，等会儿杀了给大嫂补补身子。我去上火。我去拔葱。
那我去向孙婆婆借点红枣去。兄妹四人说干就干，一溜烟就不见人影了。而屋里早就被灌了药的傅金墨二人，竟然丝毫没有醒过来的迹象。也许是睡得太香了，傅金墨睡梦中竟然发现自己到了包子铺里帮忙。他看着热气腾腾的大馒头，想也没想就捞起来一个，雪白又暄软，是他10岁以后从未吃过的那种，一把抓下去，弹性十足。他忍着想要将馒头吞下肚的冲动，轻轻攥在手里，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捏得变了样子。这个梦真好啊！床上的凌霜看到自己胸口的牙印，气不过的他跳下床，压住人就开始揍。敢欺负你姑奶奶，你是活腻了吗你？敢袭我胸，我弄死你我！凌霜压在他身上一顿揍，傅金墨顾头不顾尾，只能被迫挨打。哎呀，谁是你兄了？你还我馒头！抢劫敢抢到你父爷头上，不要命了吧你！不屑跟女人动手的傅金墨看到女人坐在他身上，气得拳头紧握着，压根儿不知道他们此时是什么情况。你下来！你一个女人坐在男人身上，你有没有妇德啊？老古董，我就做了，怎么着？凌霜觉得自己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，还没被袭过胸呢，哪里能放过他？就在这时，门被人从外面推开，一个小丫头伸进了脖子，笑呵呵地问：大哥大嫂，昨晚洞房累着了吧？鸡汤好了，你们一会儿就可以喝了。小姑娘看到凌霜坐在大哥身上时，吃惊地睁大了眼睛，接着捂着嘴笑了，朝着外面大喊：大哥三哥，成了！大哥大嫂洞房完了，他们都动到地上来了，还是大嫂在上头。傅金墨懵逼了，凌霜也是一阵无语。大嫂，大哥，凌霜看着地上一脸懵圈的男人，这才想起来他昨天被人拉着成亲的事儿。看样子他这个正主都不知道自己要成亲呢，难不成这其中还有什么隐情啊？小玲，刚刚那句大嫂是在喊你？傅金墨看着在他身上发呆的女人，暴躁地问：不然呢？总不能他们的大嫂是个男人吧？凌霜说着从他身上下来，走到床边穿上鞋子。他竟然在这里睡了一晚上，中途还没醒过，真是不敢置信。不是你别以为你长得美我就不揍你啊！我的拳头可是很硬的。说着他挥拳吓唬了凌霜2句。你袭击我胸我都没说什么，在你身上做做而已，大惊小怪。凌霜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说完，忍不住想他的空间究竟有没有来。你还是不是女人啊？什么袭击胸啥的，你不要冤枉我！老子长这么大，啥时候被女人骑过？你的意思是我胸口这牙印儿是狗啃的呗？哼，老子不跟你说了。傅金墨说着，脸红了又红，急忙从地上爬起来，打开门就往外走。必须得问清楚，这几个小崽子到底在搞什么鬼？从哪里给他找来这么好看的女人当媳妇儿的？凌霜看着男人出去，也没有在意。他昨天太虚弱了，没心思。今天要好好探探他自己的金手指还在不在。傅家大门口，孙大强看着小南，压低了声音，正跟他赔不是。小南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是我奶，她给错药了，不是春药，是迷药。昨晚给你的2包全都是迷药。孙大强看着小南吃惊的神色，震惊出声：你该不会2包都给你大哥灌下去了？大强哥，你这也太不靠谱了吧！昨天那药，我大哥可是一滴不剩的全喝了呢。对不起啊，小南，我也不是故意的呀。大强哥，那你说我哥没有喝那个春药，跟我大嫂躺在一块儿会圆房吗？可能不会吧，毕竟男人晕了的话，女人自己一个人是没办法完成的嘛。傅小南，你个臭小子，给我灌春药！你是不是皮痒痒你？欠揍的玩意儿，你给我喝春药！傅金墨听到门口有人嘀嘀咕咕的，一大早还以为是谁呢，没想到竟然听到这么个事情。小南，我撤了啊，我怕你大哥揍我。孙大强听到傅金墨咆哮的声音，连滚带爬的往家的方向逃跑了。傅小南被他大哥提着后脖子进了院子。你说说，咋想的？给你亲大哥灌春药，你脑子秀逗了吧你？大哥，你醒了。说，谁出的主意啊？你们是不是吃饱了撑的？啥寻思的呀？
拿给畜生配种的药祸害我？大哥，不是的，大强哥是给错了，给你喝的是三不倒，不是配种的药。大哥，昨晚给你吃错药了。哎呀，其实我们也是为了你好，你都20了，连个媳妇儿都没有，我们不是怕你孤独终老，才不得不出此下策吗？大哥，你别生气了，这主意是我出的，也别怪小哥，也别怪我大嫂。什么大嫂呀？你给人家好好送回去，可别祸害了好人家的姑娘。大哥，你要送走大嫂吗？大嫂那么好看，你为什么不喜欢她？你们昨晚都已经洞房了，你不能不要大嫂。你这样做，大嫂往后可怎么办呀？你别哭了，祖宗，你也说了，人家长那么好看，人家能嫁给我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大哥的名声有多差。大哥，你又没问，怎么知道大嫂不愿意啊？更何况大嫂都已经退了3次亲了，你这下领进门再退回去，大嫂肯定没有办法活下去。你这不是逼死人了吗？退3次亲？大哥，她可是白云村花家的姑娘花凌霜。花凌霜真的是她呀？大哥，你等下把鸡汤端给大嫂，好好哄一哄她，就说我们往后多挣钱，给大嫂吃细粮，兴许她就愿意留下了呢。傅玲说着，转身就去厨房端了一碗鸡汤，里面还放着2个鸡大腿。你把鸡杀了？傅寂寞简直不敢相信，这母鸡可是小玲的宝贝，他自己不吃饭都要喂饱母鸡，没想到他竟然舍得杀了它。大哥，你快去吧，大嫂昨晚累着了，应该好好补一补。凌霜在空间里吃饱喝足，侧耳听着外面的动静，看到男人同手同脚的进来时，他还是被惊艳到了。你喝吧，你愿意留下来，我就好好干活养活你，给你吃细粮白面。你要是不愿意留下来，我就说自己不行，好好的送你回去，不会影响你往后再找好人家嫁了的。你可真豁得出去啊！凌霜被他这直白的话给逗笑了。你笑什么呀？笑你挺傻的。他放下碗，凑到男人跟前，看着他的眼睛问：你觉得我长得美吗？傅寂寞迟疑了下，点了点头，是挺美的。那你喜欢我吗？你这么好看，哪个男人不喜欢呀？你跟着我，我一定不欺负你。我叫傅寂寞，有4个弟妹，傅向东、傅向西、傅向南，还有小妹傅玲。家里人口简单，你进门以后，这个家你来当，我都听你的。几个小的不听话，你尽管揍，一切都有我呢。傅寂寞知道自己的名声很不好，他看着眼前娇花一样的新婚妻子，生怕她被吓跑了。凌霜听到男人的话，忍不住为院子里的4个孩子抱屈。那个鸡汤你喝了吧，一会儿凉了。我手头还有点钱，我给你买细粮食。傅寂寞话一说完，不给凌霜开口的机会，一个转身就往外走了。这女人简直太美了，美得压根儿就不像正常人。他看一眼的时候，忍不住就想扑倒她。昨晚是睡得太死了，要不然他不可能放任她好好睡一晚上的。压着心上的火气，连院子里的弟妹们都没理会，直接就跑出去了。他码头那里还有点活，今天干完了，正好是结工钱的时候，晚上也好给他买点吃的，顺便问问聘礼什么的该给他多少，总不能让人家姑娘白白跟了他。凌霜看着他出去的背影，心说这便宜夫君还不错嘛，刚成亲就有养媳妇儿的自觉了。最主要的是这人他看上了，脸好看，身子也不错。望着男人出去的背影，他忍不住想，这还是自己第1次被自己打脸呢。昨天还认定自己看不上一个混混，没想到啊，看了脸以后，他竟然一见钟情了。院子里的傅玲兄妹几人看着大哥急匆匆出去，也都是一脸的疑惑。二哥，这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啊？怎么大哥还自己跑了呢？留下新娘子一个人，自己先跑了，大嫂会不会觉得大哥不喜欢她呀？肯定愿意啊，要不然大哥能这么走了吗？也是，大嫂那么好看，谁看了都舍不得赶走。对，大哥的名声虽然不太好，可是大哥什么时候做过坏事啊？都是那些人逼着大哥，大哥才会那样的。我跟你们说，大嫂不止好看，还很厉害呢。昨天我们来的路上，她2、3下就把那些欺负她的人收拾了。啊！天哪！怪不得大嫂回来的时候都累晕了，原来是这样才发起热的。凌霜在屋里听着外面几人的嘀咕，想到昨天将他们堵在路上的老婆子，脸上泛起一丝杀意。他将鸡汤碗端着出来，你们几个过来，大嫂，你吃没吃饱啊？
锅里还给你留着呢，我再给你盛去。我不饿，你们把这些分着吃了吧。看着几个孩子身上破旧的衣服，林双的话让在场的几人瞬间脸色难看。他们面面相觑以后，还是傅向东先开口：大嫂，我现在也长大了，可以好好的赚钱养活弟弟妹妹的。小玲也会做饭洗衣服，你跟着大哥好好的过日子，我们不会拖累你的。你别走，行吗？是啊，大嫂，我吃的很少的，而且孙婆婆答应孵出小鸡给我3只，我会好好养着它们的。你们想哪儿去了？我不走。真的吗，大嫂？那你为什么不吃鸡肉啊？我昨天晚上就炖上的，而且这是特意给你补身子的。傅玲说着，看了眼大嫂的额头。我没事了，不过这会儿我得去一趟白云村，你们谁跟我去啊？林双说着，想到了昨天打过他的那婆子，眼里闪过一丝杀意。王氏那人以前就没少在原主家里作妖，昨天更是让人家女儿香消玉殒。昨天被他揍了一顿，今天肯定又会跑去白云村捣乱。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花家二老再被他们给逼死了。大嫂，我陪你去。行，那就走吧。兄妹几人听到大嫂带他们去娘家，都高兴得不行。大嫂肯带他们回去，就说明愿意留下来跟他大哥过日子了。好啦，一人1碗鸡汤，喝了才能跟我走，不喝的就看家。林双这话一出来，几个孩子乖乖的都盛了1碗汤出来喝。看着他们都只喝了半碗汤，锅里的鸡肉还放着，他也就没有再说什么。白云村花家，花大有一家被韩家的人堵在家里，韩宝贵带着一大家子人堵在花家院子里。花大有，你家女儿克死了我儿子，说好了让他来韩家守寡，你居然敢让他嫁人，赔钱！对，你们家那个丧门星昨天还将我娘给打伤了，药费就赔5两吧。韩宝贵，我女儿已经嫁人了，你家儿子本就是病死的，你们不要欺人太甚了。花大有一条腿跛着，压根儿就不是韩家人的对手，被韩家几人压在地上，韩兴武一只脚还踩在他的脸上。哎，我弟弟怎么死的不要紧，重要的是你家那个丧门星儿昨天打了我娘，我要他亲自来我家给我娘下跪道歉，还要他在我家为我二弟守一辈子寡。韩兴武压根儿就没把花大有的话当回事儿。花家在这里本就是外来户，白云村大多数都是白家人，根本不会为了一个花家跟他们韩家村对上。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一开始就将算盘打在了花凌霄身上的缘故。韩兴武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你不要欺人太甚了。我女儿已经嫁到镇上傅家去了，那后生可是个狠的，跟他抢人，你不会有好下场的。老东西，你还敢嘴硬？不是你算哪根葱啊？给我打！我就不信花凌霜能眼睁睁看着他爹被我们打死。韩兴武挥了挥手，韩家一众兄弟们压着地上的花大有父子就开始揍。他死不死不是你说了算，倒是你嘛，今儿恐怕不能竖着出去了。凌霜看着花家院子里的狼藉，看他们就像在看一具尸体一样。凌霜，你快走！花大有看到门口的女儿，眼里闪过一阵失望，为什么要回来呀？姐姐，你走，你快走啊！满仓看到姐姐时，心里感动的同时又是一阵心疼。妮儿，你走啊！安氏病殃殃的被韩家的女人反剪着双手，看到女儿时急得眼泪都出来了。他们再怎么样也就是挨一顿打，家里被霍霍一空，可是女儿回来，韩家人是不会就这么放她离开的。凌霜听到他们撕心裂肺的声音，3两步走到院子中间，只听到砰砰砰几声，韩家的男人就被他几脚放倒在地上。傅家几个孩子跑到花大有父子跟前，连忙将他们扶了起来。你干什么？小贱人，你敢打我这个公公跟大伯哥，你怕是活腻了吧你？哼，不知所谓。他冷笑一声，提起院子里的竹扫把，对着韩家的男人女人们就地招呼起来。让我守活寡，让我配阴婚，想得挺美啊！凌霜的扫帚疙瘩左一下右一下的，招招落在韩家人的身上脸上。花家3口看着女儿浑身散发着杀气，似乎被定住了一样，一动不动地看着她。大有啊，
这还是凌霜丫头吗？爹娘，是我姐姐回来了，她变厉害了。满仓看到姐姐揍得很过瘾，四下看了看，拿起一根棍子也打了起来，一边打一边骂：叫你们嚣张，叫你们拿我家东西，叫你们欺负我们姐姐。凌霜看到他揍人的样子，忍不住笑了笑，还不错，是个有出息的。花家大门外，村民看到韩家人被打得瘫在地上，还有点不敢相信。韩家这几个月以来可没少来花家耍威风。说说，我爹脸上的脚印谁踩的？韩家人被他不要命的打法吓得立马反水，一个个的都指着韩兴武。是他，不关我事儿啊！你爹是他踩的，爹，怎么你也这样啊？还有你们，分钱的时候你们可不这样啊！凌霜听到韩兴武的话，眼里闪过一抹深思，看来这其中还有他不知道的事情啊。他走到韩兴武身边，在他脸上狠狠地踩揉。舒服吗？啊，爽吗？他一边说一边狠狠用力，直到咔嚓一声清脆的声音传来，韩兴武嘴边流出血迹。看到他的颌骨塌陷，他才将脚收了回来。贱人，你敢打我？你再打一个试试！哼，真是欠打。凌霜看着他残忍的一笑，紧接着只见他挥手左右开弓，速度快如闪电，其他人只听到啪啪啪啪啪的声音。1刻钟的时间过去了，女人的脸肉眼可见的肿胀了起来，被迫撅起的嘴流着血水，从中还吐出来几颗牙齿。看到女人的猪脸，他一言不发，拉起另外一个就开始扇，又是一阵啪啪啪的声音。韩家的3个女人全部都肿着一张猪脸。好了，这下安静多了。他拍了拍手，力的作用是相互的，他也有点疼呢。他冷眼看着一个个缩成一团的韩家人，笑着说：现在我们就算一算总账吧。妮儿啊，他们3天来闹一次，不只拿了我们家300斤的粮食，还拿了你爹给你准备的嫁妆银子，足足有5两呢。韩兴文死的时候，他娘跑来抢走了2两银子，威胁我不给他钱办丧事，就要让你去哭丧去，让你为韩兴文守灵去。零零总总加不起来，估计也得有10两了。他们每来一次就砸东西，家里的碗筷都被破坏的没有几个了。姐，他们刚刚还杀了我的小乖，当着我的面打死的。谁干的？谁打死的小乖？姐姐，是韩兴武，就是他打死小乖的。听到满仓哽咽的声音，他走到韩兴武的身边，看着他眼里的惧怕，面无表情地踩上了他的膝盖。怎么样？舒服了吗？你以为狗不会疼是吗？说着，一只脚踩到他另一只膝盖上。啊！哎呦我的腿！啊，腿！你放开我！你放过我！我求你了！凌霜并没有因为他的求饶而松脚，反而加重了力度，直到他疼晕过去，他才抬脚往后退了一步。在我眼里，你还不如一条狗有用呢。爹，把他们捆起来，我去韩家讨回来粮食和银子，就让他们把人带走，不然就让他们在这里晒成人干吧。凌霜看了眼悠悠转醒的韩兴武，这个人一肚子坏水。韩家的人一次又一次的来花家，背后出谋划策的一定得是他这个长子了，就是不知道他背后还藏着什么秘密，让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跑来花家，想要拐了花家女儿去韩家。大门外的村民看到花家一家人的做派，说什么话的都有。这花大有夫妇也是可笑啊，一个赔钱货而已，还真以为是千金小姐呢，养的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。看看事情出来了吧？可不是嘛，人韩家儿子都被他克死了，这个点儿了，他居然还回来娘家找不痛快呢。哎呀，韩家欺人太甚了，兔子急了还咬人，这花妞发飙啊也是能理解的。能理解什么呀？一个丧门星而已，跟他娘一样，狐妹子罢了。门口的话一字不漏地进了花家人的耳朵，凌霜也想起了原主在花家过的日子，虽然是普通农家，可是安氏还真把她当千金小姐一样宠着。寻常人家的女儿做的那些活她是能不干就不干，而且花大有夫妇从来不抱怨，反倒是家里的儿子满仓，无论是做饭还是洗衣裳打扫屋子，几乎将家里的杂活一手揽了过去。对于原主与花家二老之间的相处，他确实觉得有点怪异。
可眼下却不是追究那些的时候。他看着地上被捆起来的人，看了眼安氏。娘，你跟我爹好好守着他们，女儿去就来。妮儿啊，你干啥去啊？没事的。他拍了拍安氏的手，示意他安心。小玲，你在这里帮大嫂看着人。向东、满仓，你们跟我走。韩家村，韩婆子王氏正肿着一张脸躺在床上等着好消息。哎呦，要死啊你！小贱人，你轻一点，是不是想打死我呀？王氏一边骂一边狠狠地掐了他胸口一把。韩家大媳妇捂着胸口，疼得眼泪直流，可她偏偏有苦说不出，忍着疼痛还得伺候婆婆。等我儿有了钱，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？就你这样的丑妇，给我提鞋你都不配，现在还让你喊我一声婆母，你呀，你就烧高香吧你！听到婆婆的话，韩兴武的媳妇儿眼里闪过恨意。她进了这个家以后，什么苦活累活都干，还要被婆婆跟男人打。本以为有个弟妹进来帮她分担分担，却没想到小叔子死了，如今也不知道他们母子在筹划什么。林双站在窗下，将他们婆媳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。王氏，你这是想将谁给卖了呀？你说的是我吗？哎呦，这进了我们韩家的门啊，你就别再想着出去了。王氏看着林双，一双眯眯眼全是得逞了的嚣张。快跪下给我磕个头，否则的话我饶不了你。让你姑奶奶磕头，你怕是在想屁吃。林双说着，一把抓住他的头发，将人倒扒拉从床上扯到地上，对着他的猪脸就是狠狠的两脚。梦醒了吗？韩兴武的媳妇儿看这架势，吓得就要往外跑。林双伸出脚轻轻一勾，他就狠狠砸在了婆婆王氏的身上。从花家抢走的粮食还有银子，乖乖的给我送出来，否则看你姑奶奶我今儿怎么弄死你们俩！想要银子是吧？你休想你！被儿媳妇压住的王氏依旧污言秽语不断，他眼巴巴地望着门外，希望儿子进来救他。在看什么呢？韩兴武还在白云村呢，所以老钱婆，你还是好好的想一想，是给钱还是让我放干了你的血？钱呢？钱在哪儿？在那个箱子里，婆婆的钱都在那个箱子里呢。女人战战兢兢地指着床头上的一口箱子，箱子上面还放着2个枕头，箱子用一把铜锁锁了起来。去，把箱子抱过来。韩兴武的媳妇儿在婆婆杀人的目光下，将箱子挪了过来。林双手里的小刀轻轻拨弄了几下，锁子应声而落。他在王氏震惊的目光下，将箱子打开。你确定钱在这里？是，确定。闻言，他用小刀慢条斯理地将衣裳挑开，果然一块红布对着打了结，里面应该就是王氏藏的钱了。他拿小刀轻轻地划开红布，触感硬邦邦的，感觉到里面有硬物。挑开布子看到里面的东西时，他震惊地看了王氏一眼。哼，不错嘛，挺能攒的呀，125两银子，不错嘛，倒是没看出来你家底挺厚啊。林双将银子包起来，递给离他最近的满仓。说说吧，银子从哪来的？你们又在我身上打什么主意呢？速度，姑奶奶耐心有限，没劲听你说假话。林双的小刀轻轻地在王氏脸上贴了贴，他有个预感，这银子绝对跟他们咬着原主不放有关系，否则的话，单凭韩家这些烂货，不可能存下整整齐齐的100两银子。银子是我的，是我存下的。我说了，没心情听你胡扯，你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呢？啊！林双说着，对着他的大腿狠狠捅了下去。哎呦，我的腿呀！王氏杀猪似的声音响起。满意了吗？你要是觉得不疼，我还可以再来上几次的。他说着，将刀子抵在王氏的脖子上。这老女人可没少欺负原主他娘，仗着安氏身体不好，每去了就欺负人。别杀我！我说，你知道的，我不喜欢听假话。你儿子可还在我家里关着呢，他是死是活，就看你说不说实话喽。我说，不是我们非要你来韩家，
是有贵人看上你了，他给我们100两银子的定金，等你到手之后再给我们剩下的银子。贵人？哪个贵人看上我了？你最好将事情说清楚了，否则的话，姑奶奶发起疯来，谁也别想好。他说着，小刀进了进，刀尖几乎要碰到王氏的眼珠子了。别，你别啊！我说，是我家的一个亲戚，他说京城里面的贵人要找一个美人儿，那画像看起来啊，简直就美得不像话。我们的亲戚想巴结上贵人，所以呢，就托人要了一张画像，准备找个与画上女子相似的人送上去。上次他来的时候，我看过一眼那画像，就怎么了？就挺像你的。那人跟我们去过一次白云村，远远的看了你一眼，他说几乎和贵人要找的女子是一模一样，所以哎呀，我也不想的，实在是他给的银子太多了。他还说事成之后要给我们1000两呢。凌霜眉头皱了皱，看来这件事情还真是如他所想的一样，韩家背后有人撺掇他们呢。看来回去了得问问华家二老，可别背后有什么隐情，他不知道。那人可有说过他下次什么时候来？这个他没说。既然如此，那这银子我就没收了。以后你家那亲戚再来，你就说让他直接过来找我，听懂了吗？他踢了王氏一脚，看着他不甘的目光，冷冷说：你数次跑到花家打杂，抢钱抢粮食，这银子就当还债了。以后离白云村远着点儿，否则说不定哪天你就被我弄死了呢。他说着话，一时进了空间，快速的写了韩家的罪状，这才从袖子里掏了出来，割破王氏婆媳的手指头，重重的按下手印，这才带着满仓跟小叔子离开了韩家村。姐姐，我就是突然觉得你变得好厉害，以前的时候你可是一桶水都提不起来的。是啊，昨天睡了一夜之后，忽然就浑身有力气了，而且会功夫了。姐姐，太好了，往后谁也不敢欺负你了。你这么厉害，是不是就不用嫁人了？婚书都打好了，还能反悔不成？凌霜说着，敲了下弟弟的脑袋。那个男人，他目前还是很满意的。白云村口，安氏望眼欲穿地看着村外的方向，脸上是散不尽的忧愁。宁儿啊，你没事吧？娘，我没事儿。啊，那就好，没事儿就好啊。韩家的人还在院子里面呢，你想怎么做呀？爹娘都支持你啊。韩家这么想把我拐去他们家，是有缘故的。什么缘故啊？王氏说有贵人拿着一幅画像，似乎在找人。谁呀？他们是在找谁呀？不知道在找谁。哦，那就好。安氏似乎是松了一口气。凌霜不紧不慢地说：王氏说贵人拿到画像上的女子跟我几乎是一模一样。什么？宁儿啊，你这说的是真的吗？他们真的找来了？是。看安氏惊慌失措的样子，他也算是看出来了，他的身世果然是有猫腻的。走，宁儿啊，快回家，快点回家去，我们回家再说。爹娘，这是从韩家要回来的20两，你们留着应急，剩下的我先拿着，往后需要再给你们。妮儿，这可使不得，爹娘没本事，让你跟着受穷，咋能拿你的银子？你快收起来。是啊，妮儿，我们在村里饿不着，你们在镇上才处处要钱，快收好吧。爹娘，你们就是不花钱。满仓弟弟往后读书、盖房、娶媳妇，哪一样不要钱？妮儿，你跟你娘一样聪明。既然你猜到了，那爹也不能再瞒着你了。爹娘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奴才花大有不必安艳平，给主子磕头了。穿书，原来我是穿进了那本《嫡女风华》里。妮儿，你娘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你平平安安活着，如今华家怕是已经找来了。娘，你们养大了我，我就是你们的女儿，
从今往后，谁也别想欺负咱们。可是，就这么定了。3天后我来接你们，我先回镇上了。姐，这只母鸡2天能下3个蛋，你带回去吃。好，姐收下了。你在家要乖，听爹娘话。过几天我来接你们去镇上。妮儿，你现在不走，往后可就来不及了呀。娘，我心里有数，你们把家里的地能卖就卖了吧，往后去镇上做点小买卖，让满楼读书。爹娘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为什么姐姐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？别多想，收拾好东西，3天后我来接你们，以后都跟姐姐住。姐夫他会同意吗？他不会嫌弃我们吧？他敢不同意，那就揍到他听话为止。3两银子，怎么够养活他？这女人怎么老往脑子里钻？回来啦，快吃饭吧。往后有人等回家了。老板，来5个肉包子。哟，傅老大，今儿个怎么舍得买包子了？家里多了个婆娘，费钱的很，偏要吃包子。成家了也不说一声，这几个算我给新媳妇的贺礼。叔真不用，我就要5个。听叔的，女人家你对她温柔点，顺着点，往后的日子比神仙都好过，可别跟女人犟嘴，吃亏的准是你。记住了。快回家去吧，好好对人家啊。好好对他？拿什么好好对他？就这几个包子。老板，大米白面各来5斤。傅老大，这细粮换成粗粮，你家能吃1个月呢。就要细粮。小玲，你干什么？大嫂，我去做晚饭，大哥应该快回来了。大嫂，我可以站在板凳上做饭的，家里的活我都能干。大嫂，你要做饭呀？大嫂好厉害。怎么，我不能做饭吗？当然能，但大嫂你什么都不用干。对，做饭洗衣服我们干，大嫂看着我们就行。小东，去买点白面回来，晚上吃鸡肉臊子面。大嫂，这么多银子，你不怕我弄丢啊？快去吧，不然粮食铺关门了。大嫂放心，我一定把面买回来。大嫂，其实我们很好养的，早上一点点糙米粥，晚上一点点饭就够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走的。谁让你大哥长在我心尖尖上呢？我就喜欢他那一款的男人。这女人说话怎么这么直白？大嫂，我大哥买了面回来，不用再买了。既然买了面，拿进来吧，晚上吃面条。好香，你们也吃。你吃吧，往后不用花自己的钱，我能养活你。我要接我爹娘兄弟来镇上住，你也能养得起吗？能养活得起。码头扛包1天45文，我力气大，能干60文。天黑的晚了，还能再找份活。我去收拾房子，腾出1间给岳父岳母住。这男人确实加分。包子吃了吧，不然明天坏掉了。大嫂，我烧火。天哪，大嫂哪里是不会干活，这简直太会干了。这手艺出去做席面都有人抢。小玲，不用烧了，去喊你大哥他们吃饭。好嘞，大嫂，我这就去。大哥，大嫂喊你下来吃饭啦。吃啊，你们愣着干什么？以后你不用做这么多饭，细粮给你和小玲吃，我们几个不用吃这么好。就这一顿白的，往后可不能这么吃了。往后大嫂给你们做好吃的，我爹娘来了不跟咱们住一起，你帮我看看附近有没有闲置的小院子，租一个给他们。
孙婆婆家后院有个小院子，离得不远。吃了饭我去问。你不问问为什么不让住家里来？我都听你的。什么？这土味情话也太生硬了吧！我说了，家里的事都听你的，钱给你管，粮食我定时买回来，不会饿着你。今晚会住一起吧？万一我把持不住怎么办？大哥有啥好看的？黑乎乎的。那个，你们在家，我出去问问孙婆婆院子的事。大嫂，没关系的，你晚上还可以看的。大嫂，洗澡水我给你烧好了，晚上你用的时候让大哥给你提到屋里去啊。向东辛苦了，明天给你们做肉吃。不用，大嫂，我不爱吃肉，肉留给你吃。大嫂，我帮你提水去吧，一会儿水该凉了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。哎，小南，你拉我干啥？我去给大嫂提水啊。二哥，大嫂可不是小玲，她的洗澡水只能大哥提，你以后可别坏大哥好事。为啥？我能洗干净，洗衣服这活我能干好。你们就说信不信我的话吧。大哥大嫂的房间不能随便进，他们在一起时不能打扰，晚上睡觉脚步要轻，不能吓着他们。小哥，大嫂今天揍人那么厉害，胆子不小吧？大哥半夜都敢出门，哪能被脚步声吓到？你们就说听不听吧，吓到他们，离大哥当爹，我们当叔叔姑母可就越来越远了。听话，绝对听话，我也听。我去找孙婆婆取经，等大嫂怀孕了，好好伺候她。赶紧进房间，都早点睡，以后每天晚上都要早早睡。上辈子喜欢的男人得不到，还是寂寞好，长得好看，身体棒，还听话。他在屋里洗澡，那脖子……谁？我是你白不是你好美，我啥也没看见。我这嘴说的什么鬼话？这男人都成亲了还洗凉水澡，纯情的可爱。你睡觉怎么不盖被子？你没睡着啊？你没睡着？林霜一觉醒来的时候，身边早就没人了，伸手摸了摸另一半床，凉的。他回想着昨晚的事情，忍不住想锤爆傅金墨的狗头。都到了最后一步了，竟然敢给他罢工，可真是好样的。等以后尝到肉味上瘾了，看不憋死他。大嫂，你起来了，昨晚睡得好吗？大嫂，我给你烧了荷包蛋，洗脸水我也烧好了，你洗完就可以吃早饭了。我们小玲这么能干呀，还起来这么早。你们吃了没？大嫂，我们早就已经吃过了。大哥去码头上面扛货去了，二哥三哥去山上捡柴火去了。哦，对了，大嫂，大哥说孙婆婆家的院子租好了，随时可以住人。大嫂，我们都吃过了，你快点吃吧，吃了我领你出门转转。孙婆婆家后院离我们不远的。林霜三两口就将早饭吃了。走吧，出去看看。大嫂，我带你去。他太想这么做了。有些人笑话他大哥20岁了还没成家，他总是憋着气。现在好了，他大嫂这么好看，镇上的女人谁也比不过她。大嫂，那边的河里有好多好多河虾，特别肥。镇子上的人觉得不好吃，没人动，但是我跟小哥经常捉了煮着吃。河虾吗？对啊，大嫂，大家抓回去也是喂鸡的。我和小哥抓回去的时候，一部分是喂鸡，一部分煮了我们吃。小玲，快带我去，我们抓点河虾回去，我给大家做好吃的。大嫂，那你等我，我回去拿东西。在这样的小镇生活，日子应该会过得很安逸吧？养几只鸡鸭，生几个孩子，早上坐在河边洗菜，晚上拿着棍子赶鸭子，日复一日的生活简单又美好。你是傅大哥的媳妇儿吗？我是傅静默的妻子。你是？我是傅大哥家的邻居，我叫何甜甜，我们两家的关系还挺不错的。是吗？我家男人从来没说起你呢。何甜甜看着他好看的脸，眼里闪过嫉妒。他喜欢了傅大哥这么久，没想到被这个女人捷足先登了。你们刚刚成亲，傅大哥肯定是怕你误会，就没有提起我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没有什么的。他怕我生气？
啊？为什么呀？你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吗？什么？你不是说我男人不跟我说你，是怕我生气吗？啊，叔叔，你为什么这样想啊？我又为什么会生气啊？一个邻居家的姑娘而已，她为什么要特意告诉我你的存在呢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跟你说说话，你干嘛这样啊？何甜甜看了眼河边洗菜的人，眼泪挂在眼眶里，低着头站在凌霜面前，似乎被他欺负了一样。你是谁啊？为什么要欺负甜甜啊？大鹏哥，没谁欺负我。你是他男人？是他男人就管好自己媳妇儿，别一天东家长西家短的拉闲话。一个小媳妇儿，怎么比村里那些婆子嘴还碎呢？说我们家傅京墨会为了你赶走我？不是，我不明白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我眼睛比你大，脸比你好看吧，个子比你高吧，我还是黄花大姑娘呢，他凭什么为了你一个已婚少妇赶走我呀？凌霜一张嘴，压根儿就不给对面二人反驳的机会。你都成亲了，就该守妇道。你男人虽然黑了点儿，可对你不错嘛。你看他这么紧张你干嘛还惦记我们家傅京墨呢？我都嫁进来了，你让他把我赶走，你这不是逼我去死吗？你也是女人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呀？凌霜直接不给何甜甜有任何开口的机会，不只将她说成了田大鹏的妻子，还将她的白莲花行为给学了个10成10。我没有，我不是他媳妇儿，你别胡说。你没成亲啊？所以你是要让傅京墨赶我走吗？是吗？为什么呀？你们既然两情相悦，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进傅家门呢？你们为什么合伙害我呀？我还是死了算了吧，我的命好苦啊！凌霜故作心痛的要跳河的样子，成功让河边的一众老太太们跑了上来主持公道。丫头啊，你是傅家的新媳妇儿吧？是啊，但很快就不是了。您是哪位啊？哎呦，傻孩子呀，可别做傻事。我呀是傅家的邻居，大家都喊我孙婆婆。孙婆婆，我听过您，傅家兄妹都说您是个好人。哎，哪里，我说何家丫头啊，你要是没事儿，就回去帮着你娘多洗几件衣裳去，省得这一大清早跑出来祸害人。丫头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傅家那后生啊，可是从来不待见女人的。我老婆子也算是看着她长大的，虽然说这名声不太好，可是那也是生活所迫，不狠不行啊。婆婆，您说的不错，可是这位姑娘她言之凿凿，说傅京墨会为了她把我赶走。还有这位大叔，他刚刚骂我为什么要欺负这位姑娘。何家丫头，傅老大啥时候给过你好脸色呀？人家压根儿就不待见你们母女。我知道你想报复人家，可是宁拆10座庙，不毁一桩婚呐。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你是怎么做出来的呀？你们都欺负我！看着众人谴责的目光，听着他们骂他的话，何甜甜第一次落荒而逃。凌霜站在河边，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感。大嫂，筒子拿来了，我们去捉虾呀！哟，小玲来了，丫头，快去吧。往后啊，可不能再相信何家那个丫头的话了。好，多谢各位婶子开导，你们真贤惠，幸亏今天有婶子们替我撑腰。哎呀，这孩子呀，还是太单纯了。我们什么也没做，就是说了句公道话而已，贤惠什么了？大嫂，你刚刚没被大家欺负吧？镇上老婶子们嘴太碎，你别当回事儿。没有，谁能欺负得了你大嫂？哦，那就好。我大哥看不上何甜甜的，大嫂，你别听他们乱说。啊？为什么这么说啊？难不成何甜甜和傅京墨之间真的有点什么？
何家母女，他们居然上门来说让我大哥入赘，我大哥当场就拒绝了。就这还不止呢，他居然舔着脸让我大哥把我们几个卖了，说我们几个是大哥的拖累，等卖了我们，他的女儿可以嫁过来，但是大哥必须给何甜甜的娘养老。哼，当时我二哥拿了扫把就把他赶出去了，什么玩意儿啊！大嫂，你说他是不是不要脸？是啊，确实挺不要脸的。哎，你大哥就没有喜欢过何甜甜吗？她长得还不错呀，不算太惊艳，至少也算是小家碧玉吧。啥？大嫂，你该不会被气糊涂了吧？就何甜甜那样的还小家碧玉啊？我大哥当着她的面说她长着一张苦瓜脸，一张脸成天皱巴巴的，像刚死了爹一样，这种面相看着晦气，他才不会喜欢呢。他喜欢的是大嫂这样的明艳大美人儿。你大哥他真这样说了？那当然啦，我大哥骂人还挺厉害的呢。回家吧，回去给你做好吃的。好。